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？凌晨1点，你明明累到眼皮打架，手指却还在屏幕上机械地滑动。一条短视频结束，下一条立刻顶上。你告诉自己，看完这条就睡。可10分钟过去了，20分钟过去了。等你终于放下手机，涌上心头的不是满足，是巨大的空洞。你甚至想不起刚才到底看了什么，你只知道明天还要早起，明天还有一堆做不完的事，而你此刻的疲惫感比睡前更重了。这不是你一个人的困境，这是这个时代最隐蔽的集体顽疾。有人给它起了个名字，叫做廉价多巴胺成瘾。白天呢，你的状态也好不到哪里去。开会的时候，你忍不住瞟一眼手机；写方案的时候，你没写2行就切到聊天软件；学英语的时候，单词还没背完10个，手已经点开了朋友圈。你安慰自己，就看5分钟，可这5分钟往往演变成50分钟。等你回过神，心里涌起一股愧疚，于是你告诉自己，接下来要认真干活。可没过多久，你又拿起了手机。一天下来，你觉得自己忙得像个陀螺，却没有拿得出手的成果。你觉得自己已经拼尽全力，却总在关键时刻提不起劲。你把这归咎于自制力太差，但真相远比自制力复杂得多。先看一组宏观事实。美国一家科技公司做过统计，普通人平均每6分半钟就要看一次手机，一天下来，解锁屏幕超过100次。这是什么概念呢？这意味着我们几乎没有任何一段完整的时间是真正属于自己的。每一次铃声响起，每一次红点闪烁，每一次手指不自觉地下拉刷新，都在打断我们正在进行的思考，都在偷走我们本该倾注全部注意力的时刻。更可悲的是，我们不仅不反感这些打断，反而习以为常。我们觉得这是在休息，是在放松，是在犒劳白天的辛苦。但真相恰恰相反，我们不是在用短视频休息，我们是在用短视频失血。我们不是在自己放松，我们是在替算法打工。打工的内容是贡献自己的注意力，而工资是短暂的兴奋和长长的空虚。那些顶级互联网公司的工程师们，每天都在研究一件事，怎么让你的手指再滑一下。他们的设计目标从来不是帮助你，而是留住你。你的每一次滑动都在喂饱他们的广告系统，而你得到的只是一声声廉价的笑和越来越空的脑壳。深度工作的作者卡尔·纽波特有一句话非常精准，他说，在无干扰的状态下专注进行职业活动，使个人的认知能力达到极限，这种能力才能创造新价值。请注意这句话里的2个关键词，一个是无干扰，一个是认知能力达到极限。而我们大多数人当下的工作状态是什么呢？是每隔10分钟被打断一次，是3心2意的边回消息边写方案，是永远到不了那个专注的顶点。于是我们看起来很忙，我们也确实在忙，但忙完一整天，关掉电脑回头盘点，好像什么都没留下。这种状态，经济学上叫无效劳动，心理学上叫假性努力。而我想说，这是一种自我感动式的消耗。你以为你在努力，你只是在扮演一个努力的人，演给老板看，演给同事看，最后演给自己看，把自己骗过去了，把结果交给了运气。你努力的样子感动了自己，却没有感动结果。为什么我们会越努力越疲惫？答案藏在你的大脑里。神经科学发现，人脑当中有一套多巴胺奖励回路。这里必须澄清一个普遍的误解，多巴胺并不等于快乐，它准确的名字应该叫渴望。它的作用是驱动你去追逐目标。当你在短视频里刷到一个好笑的段子，当你的朋友圈收获一个点赞，当你随手点开一条八卦推送，多巴胺都会快速分泌，你感到一阵短暂的兴奋，于是你继续刷下去，期待下一个刺激。
这个过程太爽了，爽到不需要任何付出，爽到完全违背大自然原本的设计。因为在大自然的设计里，多巴胺的分泌是和生存行为强行绑定的。打猎成功，获得食物，繁衍后代，每一步都要付出真实的努力。而现在的算法把这个机制彻底劫持了，它把最廉价的刺激以最高频的方式塞进你的视网膜，你什么都没做，却不断获得奖励。更可怕的是，这些奖励是随机的，是不确定的，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条视频是无聊还是精彩，是平淡还是爆笑。这种不确定性恰恰是成瘾的核心机制。行为心理学家做过无数次实验，他们发现，如果奖励是固定的，动物的兴奋感会很快消退；但如果奖励是随机的，动物会疯狂的、不停的去按那个按钮。就像老虎机，赌徒不知道下一把会不会赢，恰恰是这种未知让他欲罢不能。短视频的推荐算法就是一架量身定制的老虎机，它比你更了解你的喜好，它精准地知道哪一秒能让你笑，哪一秒能让你愤怒，哪一秒能让你感慨。它把你锁在椅子上，像一只被电击实验驯服的猴子，而你的大脑在一次次高刺激的冲刷下，阈值被越抬越高。普通的书读不进去了，长一点的视频看不了了，复杂一点的工作做下来就烦躁。这就是多巴胺耐受，它和药物成瘾的机制一模一样。你需要的剂量越来越大，你得到的满足越来越小，最终你会对真正有价值的事物失去兴趣，因为它们带来的多巴胺太少了，太慢了，太需要耐心了。你被训练成了一个只爱吃糖的人，再给你一碗白米饭，你咽不下去。可真正养人的从来都是白米饭，不是糖。你听过嗑瓜子效应吗？为什么嗑瓜子容易停不下来？因为瓜子这个东西，你剥开一颗立马就能吃到，付出的成本极低，得到的反馈极快。于是你一颗接着一颗，越嗑越顺手，越嗑越上瘾。等你回过神，面前只剩一堆瓜子壳，嘴里发干，舌头麻木，除了撑，什么也没有得到。短视频和社交媒体就是数字时代的瓜子，他们把反馈周期压缩到无限短，3秒钟一个笑点，10秒钟一个反转。你在这个信息流里滑来滑去，就像那只永远在踩滚轮的仓鼠，跑得飞快，位置却从未改变。你以为你消费了信息，其实是信息消费了你。你以为你在利用时间，其实是时间在利用你。你以为你在充实自己，其实你只是在填满自己的焦虑，用垃圾内容填满一个永远填不满的洞。那个洞叫做意义感。多巴胺能给刺激，却给不了意义，就像糖果能给甜味，却给不了营养。你吃了一大堆糖果，肚子是饱了，身体却越来越虚，精神上也是。你刷了一晚上手机，脑子是满了，灵魂却越来越空。这就是为什么明明休息了一晚上，第二天醒来你还是觉得累，因为那根本不算休息，那只是麻醉。就像睡不着的人喝烈酒，酒精过去，头疼加倍，你只是在用新的消耗掩盖旧的疲惫。心理学上还有一个概念叫自我损耗，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的意志力是一种消耗品，它不是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。每一次你在诱惑和工作之间摇摆，每一次你挣扎着放下手机，又忍不住拿起来，每一次你告诫自己专心，却还是瞥了一眼屏幕，这些看似微小的对抗，都在大量消耗你的心理能量。你白天在开小差和愧疚之间反复横跳，你以为你工作了8小时，实际上你只工作了4小时，剩下的4小时全花在了和自己搏斗上。这就像一台发动机一直在空转，油耗很大，里程为0。等到下班的时候，你的精力
早已被掏空，但你并没有完成任何真正重要的事，这才是越努力越疲惫的真相。你不是不够努力，你是把力气全浪费在了与欲望的搏斗上。你的注意力被割成了碎片，你的意志力在一次次拉锯中被烧成灰烬。你感觉累，不是因为工作量大，而是因为内心戏太多。你成了自己最累的观众，最苛刻的裁判和最无力的运动员。三个人在你体内打架，你当然精疲力尽。在脑科学里，还有一个隐喻很贴切，人的认知资源就像电脑的内存，后台程序开得越多，前台运行就越卡。你可以同时处理3件事，但每一件都处理不好。你可以一边开着10个网页，一边回消息，一边写报告，最终的结果就是报告写得像一坨浆糊，消息回得没头没尾，10个网页的资料一条也没记住。这就是认知带宽被占满的代价。注意力经济学家早就指出，人的注意力是这个时代最稀缺的资源，它比黄金贵，比石油珍贵，因为它一旦被消耗，就永远回不来了。你用10分钟刷手机，这10分钟永远不会再涨回你身上，它变成了别人的广告收入，变成了平台的日活数字，变成了你生命里一段毫无痕迹的空白。我们总以为一心多用是高效，事实恰恰相反。研究早就证明，人的大脑并不具备真正的多线程处理能力，它只是在不同任务之间快速切换，而每一次切换都要付出额外成本，这个成本叫做注意力残留。当你从 A 任务切到 B 任务时，你的大脑并不会立刻清空 A 任务的剩余注意力，这些残留会继续占用你的资源。任务越多，切换越频繁，残留就越多，你的大脑就越拥堵。这就像一台电脑，你开了20个网页还不关，它不卡顿才怪。你的迟钝，你的遗忘，你的烦躁，不是因为你老了，是因为你的大脑从来没有被好好清空过。更值得警惕的是信息茧房，算法会根据你的点击推断你的偏好，然后只推送你想看的内容。你喜欢什么，它就给你什么；你讨厌什么，它就不让你看见。久而久之，你被困在一个由自己喜好编织的牢笼里。你以为你看到了全世界，其实你只看到了一面镜子，镜子里是你自己的偏见，你自己的情绪，你自己的舒适区。你的视野越来越窄，你的思维越来越僵，你听不进不同的意见，你理解不了复杂的逻辑，你变得易怒，变得浮躁，变得容不下一点等待。这不仅仅是效率问题，这是认知能力的退化，是思维肌肉的萎缩。就像一个人长期坐轮椅，腿部的肌肉会萎缩，大脑也一样，长期被算法投喂，独立思考的肌肉也会退化。等到有一天你真的需要深度思考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坐不住了，你想不动了，你只会说，这太难了，让我刷会儿手机缓一缓。于是你又一次逃回了那个舒服的井底。那么廉价多巴胺给的快乐和真正持久的快乐差别到底在哪里？我们可以把人的快乐分成2种，一种叫即时满足，一种叫延迟满足。即时满足是廉价的，唾手可得的，像糖果，甜，但是齁，吃多了蛀牙、发胖、血糖失控。延迟满足是昂贵的，需要耐心等待的，像种树，前期浇水施肥，漫长枯燥，但10年之后它长成参天大树，你在树下乘凉，那种阴凉是你自己种出来的，是任何人都夺不走的。廉价多巴胺就是那颗糖果，而真正的成就感和幸福感是那棵树。遗憾的是，这个时代到处都在兜售糖果，却很少有人告诉你，树是要自己种的。更少有人告诉你，那些看起来光鲜的博主，那些教你快速成功的课程，那些贩卖焦虑的爆款文章，
本质上都是糖果的另一种形式。它们让你上瘾，让你焦虑，让你不断购买更多糖果，却从不给你种树的工具。因为一个真正在种树的人，是不会把时间花在焦虑上的。我们来设想两种人生。第一种人，早晨醒来，先刷半小时手机，上班路上再刷，工作时偷偷刷，午休刷，晚上躺在沙发上，边吃零食边刷，刷到深夜。他的一天看似被信息填满了，其实什么也没有消化。他知道了无数条热搜，却想不起任何一条对自己有真正的意义。他收藏了100个提升自我的视频，然后一个也没打开。他以为自己在学习，实际上他只是在用获取知识的姿态消费自己的时间。他买了一堆网课，报了3个训练营，加了10几个知识社群。他的书架堆满了没拆封的书，他的收藏夹里躺着无数条吃灰的干货。他的生活被一种叫做囤积知识的假象所包围。他以为拥有这些资源就等于拥有了能力，就像一个人拥有健身房的年卡就等于拥有了肌肉。笑话，肌肉是在汗水里练出来的，不是在会员卡里存出来的。第二种人，早晨醒来，先做一天中最重要的一件事，心无旁骛地工作2小时，然后处理琐事，傍晚去跑步，睡前读几页书。他的一天看起来有些平淡，甚至有些无聊，但每分每秒都在创造积累。10年之后，这两种人的差距是怎样的呢？第一种人依然是信息的被动接收者，依然在别人的故事里消费自己的时间。他的认知，他的财富，他的人生被算法圈养得越来越窄。他越来越听不懂深度的谈话，越来越忍受不了枯燥的学习。他的大脑被训练成了只会接糖果的容器。第二种人，他有了作品，有了专业壁垒，有了别人拿不走的深度能力。他变成了那个定义价值的人，而不是被廉价内容定义的人。他的人生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，而不是被一条一条推送推着走的。第一种人在30岁那年过得和25岁一样，在40岁那年过得和30岁一样。他的一辈子其实是把同一天重复了1万遍。第二种人每年都在升级，每年都在突破。他的生命是一条向上生长的曲线，而不是一条平躺的地平线。我有时候想，这个时代最讽刺的事情是什么？是我们拥有了前所未有的信息获取能力，却失去了前所未有的专注能力。我们看起来什么都知道，实际上什么都没有想明白。我们被算法投喂了太多观点，以至于几乎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。一个人如果连完整的读完一本书的耐心都没有，那他很难拥有真正的判断力。一个人如果连安静地坐1小时都做不到，那他很难做出任何有深度的作品。注意力是这个时代最稀缺的货币，而我们大多数人正把它贱卖，用一条15秒的视频，用一个红点，用一次无意识的下拉刷新，把这笔最宝贵的财富拱手送给别人。我们总是很焦虑，觉得时间不够用，可我们又在做什么呢？我们把2个小时用来刷别人的生活，却不愿意花20分钟过好自己的人生。我们把所有的精力都用来围观远方的热闹，却对自己身边的一地鸡毛视而不见。这是一种极其荒谬的错位。你关心那个陌生明星的婚姻，比他本人还上心，却不知道你的父母最近睡得不好，你的孩子最近有心事，你的爱人已经很久没有好好和你说过话了。你的生活正在被虚拟世界一点一点掏空，而你浑然不觉。请你认真地问自己几个问题。你上一次不看手机，完整地读完一本书，是什么时候？你上一次不查资料，凭自己的大脑想清楚一个复杂的问题，是什么时候？你上一次放下所有伪装，认真看着对面那个人的眼睛，好好聊一次天，是什么时候？
你上一次什么都不做，只是发呆，看着天边的云慢慢飘过，是什么时候？如果你想了很久都想不起答案，那么我要温和地提醒你，你正在失去最珍贵的东西，不是时间，不是精力，而是深度，是这个时代最稀缺的深度。而这种深度恰恰是幸福感的真正来源。研究幸福的学者早就发现，人最快乐的时刻往往发生在一种叫做心流的状态里。什么是心流？就是你全身心投入一件事，忘记了时间，忘记了自我。那一刻，你和手上的事融为一体。而心流有一个苛刻的前提，你必须把全部注意力放在一件事上。你不可能一边刷短视频，一边进入心流，不可能。你只可能在刷完短视频之后感到更加空虚，因为碎片化的快乐天然地摧毁深度。深度需要一个完整的不受打扰的时间段，就像煮一锅好汤，你必须让火候持续，中途不断揭开锅盖，汤就沸了。心流也一样，你刚有点感觉，手机震了一下，你低头看，心流断了，再回来又要重新酝酿，如此反复，你一整天都碰不到心流的边，于是你错失了那种极致的快乐，那种活在当下的充实，那种与伟大事物融为一体的震颤。这是算法偷不走的东西，除非你亲手把它扔掉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我们到底该怎么办？难道要把手机扔进河里，回到山顶洞人的生活方式吗？当然不是。我不主张全盘否定，也不建议绝对禁欲，因为压抑本身就是另一种消耗。你越禁止自己刷手机，你对手机的渴望就越强烈。真正理性的做法是重新拿回掌控权，把多巴胺的开关从算法手里夺回来。你要明白，你做不到完全戒断，这不丢人，因为那些设计出这些产品的人本身就是世界上最顶尖的心理学家，他们研究透了人性的弱点，然后用你根本无法抗拒的方式把你的注意力打包出售。但你也有你的武器，你的武器叫觉察。当你意识到自己正在被操控，你就已经赢了一半，剩下的就是执行，不是靠蛮力，不是靠苦行，而是靠设计，靠策略，靠一套重新接管大脑的流程。我给你几个可以落地的建议。第一，物理隔离，这是最简单也最有效的方法。工作时把手机放到另一个房间，或者放在必须站起来走几步才能拿到的地方。不要高估自己的意志力，环境设计才是最好的自律工具。你不需要每天自律24小时，你只需要在关键的2小时里让自己找不到手机。你可能会说，万一有重要的事找我怎么办？相信我，真正重要的事会有人打电话，而不是发微信。真正紧急的事会有人找上门，而不是等你点赞。你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不可或缺。第二，设定放纵窗口，不是完全戒断，而是把刷手机变成一种奖励。告诉自己，完成这个任务，我可以刷20分钟，把即时满足从主食降格为餐后甜点。你会发现它反而变得格外美味，而且因为你带着一种完成任务的成就感去刷，你不容易沉溺。第三，主动管理输入，取消大部分非必要的关注，卸载让你上瘾的 APP， 给手机设置灰度模式，关掉所有非关键的推送通知。你不需要知道每一个热点，你不需要评论每一场闹剧，绝大多数信息不看，你的人生完全不会受影响，只会更安静，更清爽。第四，给大脑留白，每天安排一段不携带手机的独处时间，散步也好，发呆也好，泡茶也好，让大脑从被动接收切换到主动思考。很多灵感和真正的放松恰恰发生在这段空白里。人类伟大的创造几乎都诞生于空白，而不是诞生于信息过载。你看那些伟大的科学家，伟大的作家，
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习惯：散步。每天长时间的散步，没有手机，没有音乐，只有自己和自己的想法。正是在这种看似无聊的空白里，他们的大脑完成了最深度的整合。那些灵光乍现的时刻，那些醍醐灌顶的瞬间，从来不是靠刷出来的，是靠留白流出来的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要重新理解努力这个词。真正的努力，不是时间的堆砌，不是朋友圈的打卡，不是假装很忙的自我感动。真正的努力，是你坐在书桌前，2小时不看手机，写出3000字。是你面对一个难题，不逃避，不转移，死磕到底。是你愿意放弃100个唾手可得的快乐，去换一个需要用汗水浇灌的成就。这种努力，过程辛苦，但结果扎实。它给你的回报，不是转瞬即逝的兴奋，而是长久的安宁和底气。请记住一个等式：多巴胺负责让你开始，内啡肽负责让你坚持。廉价多巴胺带来的是不断升级的欲望和无止境的空虚，而内啡肽带来的是真实的成就感和对生活的掌控感。这2种感觉，表面看都是快乐，本质却天差地别。一种是把你的生命切成碎片，喂给算法；另一种是把你的生命聚拢起来，铸成作品。说得再通俗一点，刷手机是一种消费，而创造是一种生产。消费永远只会消耗你，生产才会滋养你。你消耗掉的时间是一去不复返的，你生产出的作品是可以累积的，是可以复利的。你今天写的一篇文章，5年后还有人读；你今天练的一项技能，10年后还会增值。而你在抖音上刷到的那条搞笑视频，3天后你连它的标题都想不起来。这就是消费和生产的区别，这就是虚无和积累的区别。你可能会问，我现在已经成瘾了，怎么办？我的答案是戒断，但不追求完美。从小处开始，今天我只要求自己吃饭时不看手机，明天我要求自己通勤时不刷短视频，后天我要求自己睡前把手机放在客厅。一点点来，就像戒糖的人，不会一下子戒掉所有甜食，而是先从少喝一杯奶茶开始。你的大脑需要时间来重建对刺激的敏感度。当你习惯了深度阅读，再回头刷短视频，你会感到明显的不适，因为那些内容太浅了，太吵了，太没有营养了。这种不适恰恰是好事，说明你的判断力回来了，说明你正在从消费者的角色向创造者的角色转变。你也可以尝试一些更系统的方法，比如每周安排一个数字安息日，周日一整天不看手机，去爬山，去逛公园，去逛书店，去陪家人。你会惊讶地发现，脱离了虚拟世界的一整天，非但不痛苦，反而会变得异常丰盈。你会发现，原来自己的城市有那么多没走过的街道，原来自己的朋友有那么多没聊过的故事，原来自己的大脑有那么多没挖掘的创意。你只是太久没有给他们机会，让他们浮出水面。还有番茄工作法，用20分钟的专注，加上5分钟的休息，循环往复。每一次专注都是对注意力肌肉的一次训练，肌肉越练越强，专注力也是。一开始你可能连10分钟都撑不住，没关系，慢慢来，只要每天都在拉长那个区间，你就在赢，你就在夺回自己的大脑。梭罗说过一段话，我愿意深深地扎入生活，吮进生活的骨髓，过得扎实、简单，把一切不属于生活的内容剔除得干净利落，把生活逼到绝处，用最基本的形式，简单、简单、再简单。100多年过去了，这段话非但没有过时，反而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的解药。我们不是缺少信息，我们缺少的是沉下来的能力。我们不是缺少快乐，我们缺少的是经过努力之后获得的快乐。
我们不是缺少时间，我们缺少的是把时间用在刀刃上的决断。生活本身其实是丰盈的，一片云的流动，一阵风的温度，一碗热汤的味道，一次朋友间的深谈，这些真实的瞬间比任何高清视频都更动人，只是我们太久没有安静下来，好好感受过它们了。你有多久没有认真地吃过一顿饭了？不看手机，不看电视，只是专注地品尝每一口食物，感受米饭的甜，青菜的脆，汤的烫。你有多久没有痛快地流过一场汗了？不是那种健身房打卡的自拍，而是真的跑到力竭，感受到心脏在胸腔里有力的跳动。你有多久没有为了一个目标踏踏实实地努力过了？不晒朋友圈，不打卡，不计较回报，只是单纯地享受那种全力以赴的感觉。如果你都忘了，那就从这个周末开始，重新把它们找回来。从今天起，不妨做一个小小的实验。今晚睡觉前，把手机放在客厅，不要带进卧室。明天早晨醒来，不要急着看手机，先安安静静地坐5分钟，感受一下清晨的光线，感受一下自己的呼吸，然后去做一件你拖了很久的真正重要的事。做这件事的时候，把手机调成静音，反扣在桌上，告诉自己这2个小时只属于我自己。如果你能做到，你会发现世界并没有崩塌，工作没有耽误，朋友没有消失，反而你会多出一种久违的感觉。那种感觉叫宁静，叫充盈，叫活着。你甚至会重新爱上自己，爱上那个笃定的、专注的、有力量的自己。你会发现，原来高效能带来的满足感是刷手机永远给不了的。原来专注完一件事之后，那杯茶的滋味那么醇厚。原来一个人的夜晚，不刷手机也可以很美。窗外有月光，有虫鸣，有风穿过树叶的声音，这些声音一直都在，只是被手机的提示音盖住了。现在你终于又能听见它们了。最后，我想把一句很古老的话送给你：从前的日色变得慢，车马邮件都慢，一生只够爱一个人。在这个10倍速的时代，慢是一种被严重低估的能力。请允许自己慢下来，请允许自己专注，请允许自己不被任何红点打扰，请允许自己把完整的注意力留给真实的人和真实的事。因为说到底，人这一生真正重要的东西永远不在屏幕里，而在屏幕之外，在你用心度过的每1分钟里，在你专注创造的每一个作品里，在你深情凝视的每一双眼睛里，在你能够紧紧握住的那一只手里。放下手机，去生活吧，去流汗，去爱，去创造，去成为那个能够给别人提供深度价值的人。你的专注力就是你最珍贵的护城河，别让任何人，包括那些最聪明的算法，把它偷走。你的人生不应该只活成别人的流量，你值得拥有自己亲手创造出来的热气腾腾的真实的一生。从这一刻起，把注意力还给自己，把时间还给自己，把人生还给自己。